1980年11月19日，东京赤坂的陵南坂教堂迎来一对新人，他们将在今天结为夫妻。只是这次倒有点过于热闹了。当天来到教堂的群众达2000多人，50多家电视台记者，600多名安保警察维持秩序。东京地铁都开了30几班专列，用于疏导人流。第二天，这场世纪婚礼登上各类报纸头条，瞬间喜结一空。大家纷纷向这对走入现实的屏幕 CP 送上祝福，但也有不少人几乎是用显微镜盯着他们婚后的一举一动，企图找到二人不和的证据。然而，至今过了45年，他们却依然保持那份最为真挚的情感，持续多年，成为全日本最被羡慕的爱情。而这对名叫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男女又是如何相爱？婚姻过程中又经历了多少考验，才能至今相伴一生的呢？大家好，我是子美，欢迎收看本期《昭和异闻录》。1984年，一部叫《雪姨》的日本电视剧引入国内，央视播出后引起万人空巷的欢迎，剧中打扮瞬间成为华夏大地的时尚标准，男女主三浦友和、山口百惠一下子成为我国的知名偶像。尤其是山口百惠，据知名导演贾樟柯回忆，年少时我的房间贴满了山口百惠的海报，哥哥张国荣也公开表示山口百惠是我的日本偶像，甚至张艺谋的第一位谋女郎巩俐的启用都是因为她长得像山口百惠。无论这个传闻是真是假，都侧面表明了百惠在国内的影响。当国内粉丝期待百惠新的作品时，却遗憾地发现她早已隐退，而且还是退在她的最巅峰时刻。当时她的名气大致相当于提臀舞后的张元英，加唱完群情的YOASOBI，加演完非自然死亡的石原里美。而她依然选择隐退的原因，却仅是为了婚后能全身心地照顾丈夫三浦友和。不光是国内无法理解，日本人也纷纷猜测另有隐情。而这件事还要从10年前的1974年说起。那是在东京世田区一个叫詹的草地公园，15岁的百惠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这里。作为现役偶像，她不仅要保证高中的学业，还得完成事务所的通告，广告的拍摄还需要时间准备。她从车上下来，在并不畅快的空气中尽量享受短暂的自由。这时不远处有一辆白色的车停在他们旁边，一个身穿运动服的高大男子从车上下来，一瞬间与百惠对上了视线，一时还以为他是来锻炼的运动员。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原来他是与自己对戏的搭档。寒暄中，这个男演员只是轻轻对百惠说了一句请多指教，便转头离去。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在别的场合只要一说我是山口百惠，对方一定报以微笑，而他这种生硬态度却让我出乎意料。但不知为何，我却没有丝毫不快。这个演员名叫三浦友和，虽然是个新人，却比百惠大了7岁。工作中他总是愣愣地站在那里，很少跟人说话，一个沉稳的三浦君在百惠脑中印下。随后百惠发布新曲《一个夏天的回忆》，在那个很保守的年代，因为歌词一句中饱含争议的把最重要的东西献给你，引发巨大话题。百惠顺势成为当年最红的偶像，一举登上年底的红白歌会。当时为了纪念2年前已故的文学家川端康成，决定将他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第6次搬上大荧幕。导演西河克己一眼就相中了当红的百惠饰演女主，但男主的选择却犯了愁。制作方决定实行海选，最终在1.2万人中选择了与剧中男主同样出身东京大学的学生新保克方，但他名古屋的口音却成了最大的问题。于是在导演的多方权衡下，他们选择了之前合作过的三浦友和饰演男主，促成了二人又一次相见。但对百惠来说，他是个对我的世界毫无兴趣的大人，7岁的年龄差像是一个厚厚的墙壁，隔开了我与他的距离。他只记得当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只能在通勤的保姆车上补觉。这天来到了剧组，他还没缓过劲儿，还在睡呢，真可怜，累坏了吧。保姆车外，三浦的脚步缓缓离开，朦胧中只有这句话走进了百惠的心里。不知何时开始，我的眼睛开始留意他了。后来电影大爆，百惠三浦的 CP 感获得大众认可，随后二人又合作了多部电影，1年中有1半多的时间都在一起。某次二人在一座小岛上拍摄，第二天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这座岛上的居民怎么样，百惠巧妙地用事务所培训的技巧回答道：哎呀，他们特别好，特别热情。但三浦却说我才来1-2天，不太清楚。顿时百惠对自己的逢场作戏感到羞耻，更让百惠留意着他的一切。朝夕相处中，他渐渐感受到那种哥哥般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一次外景拍摄时，有一个百惠把头埋在三浦怀里的镜头，透过厚厚的毛衣，百惠清晰地听着他的心跳。我确信这是恋爱的感觉。就在这个少女烦恼于这段感情的出路时，某次夏威夷旅行中，趁有人下车买冰激凌的空档，
三浦给百惠一个写有他电话的纸条，并向他告白。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百惠完全不敢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我不温柔，又很倔强，也不可爱，他真的会爱我吗？百惠这种自卑，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家庭。他对亲情的概念只有母亲和妹妹，父亲对他来说如同禽兽一般的存在。百惠是个私生子，从小对父亲的记忆就是那身工装。他说会与原配离婚，尽管有了百惠的妹妹，母亲依然没有名分。百惠记得某次父亲带他散步，路上有个阿姨对他无尽的辱骂，他不知道这个阿姨是谁，他只知道母亲的日子更难了。后来百惠长大，某次出去跟一个男孩玩，父亲抓住他的胳膊，恶狠狠地警告他不许跟男的玩。百惠感受到，那不是看待孩子的目光，更像是一个男性看待自己女人的眼神。后来百惠走红，父亲为了钱向出版社曝光了他的身世，转头就跟百惠的母亲打官司，要求归还百惠的抚养权。百惠失控地对母亲说：“我要和他断绝关系，100万、1000万，哪怕是借钱，我也要斩断与他的关系。”当时应届生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有个10万日元，而百惠花了500万。正是出身于这样的童年，百惠的眼神中总有一种成熟的哀怨。但在自己爱的男人身上，这种缺爱的自卑让他不敢相信三浦的喜欢。他给我的号码好久都没起过作用，往往号码拨了一半就放下了话筒。那天会不会只是一场梦？他会不会只是在戏弄我？那天之后，工作中百惠不受控地在意他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眼神的含义。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这天拍摄结束后，二人走向各自的车。三浦突然说了声：“哎，跟他说，让他给我打电话。”他？这个他是谁？直到天黑，百惠一个人待在房间，反复想着这句话。他决心试着拨打一下。起初二人交流很不通畅，你等我的话，我等你说话，常常特别尴尬。渐渐的，二人也开始适应。8个月后，他们真正的在一起了。只是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神交情侣。我们是除了电话和工作就分开的恋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就永远分开了。但我也绝不后悔我们的结合。娱乐圈毕竟是个声色犬马的地方，百惠红了以后，黄谣就从不间断，甚至传出百惠1年就连了13个男人。当年那首引起争议的歌发布后，许多记者采访时不怀好意地问他，献出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你认为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真诚。百惠随即反问，你是想让我说处女吧？最过分的一次是杂志月刊小说中以向快乐进发处女篇为题写了一篇炸裂的多人运动文，还附上了一张某个男偶像从山口百惠的国体后面伸过来的画。而次页的标题为山口百惠在摄影间的角落，作者声称在摄影间的角落看到一对男女偶像，男的弓腰站着，女的跪在男人身前。走过去一看，两人一下子慌张躲开。此时男方的裤链是拉开的，作者用暧昧的口吻指向女的就是山口百惠。看完这些报道，百惠没有委屈和悲伤，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只觉得搞笑。那些堂堂的大人居然能恬不知耻地写下这种东西。如果是为了自己，百惠根本不会在意，但他留意到母亲和妹妹看到这些报道时的眼神。再一想到他，百惠决定起诉。在法院的开庭时分，对方律师轻蔑地问他，你要起诉，但你知道起诉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些不知所谓的提问不过是为了诱惑百惠说出一些模糊性的词语，以便报给世人，艺人都是些没文化的群体，来获得大众的舆论导向。因为这些媒体遭了那么多八卦，只有百惠选择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场荒唐的官司打了3年之久，每次出庭，百惠都做出坚强的斗争，获得胜诉。沉着、冷静与年龄不符的成熟等等的标签是世人对她的定义，但百惠当时也仅仅只是个10几岁的孩子。公众场合的坚定更多是一种退无可退的伪装。等到独处时，她常常如泄乏般的大哭。不过当时幸好有她。休庭的深夜，三浦总会打来电话，喂，怎么样了？哦，这样啊，我懂。三浦友和看起来优雅帅气，其实他也有过艰难困苦的时光。小时候父亲还是警察时时常搬家，为了小三浦能够稳定，父亲决定来到东京从头做起社畜。由于工作不顺，三浦母亲也不适应城市生活，二人在家总是冷战，家里的氛围突然变得无比压抑。于是高中毕业，三浦便搬出家里，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同时化身长狗养活自己。但是每个月的工资抛开房租之类的，也所剩无几了。那时三浦一天只吃1顿饭，
月底2、3天吃一顿也是常有的事儿。但这种状态终究不长久，经乐队一位成员的经纪人牵线，让三浦做演员，起码先吃口饱饭。可能是否极泰来，三浦转做演员倒顺利了不少，起码收入比之前强了一些。不过当时三浦其实是把演员当成另一种形式的打工，也不在意演技，也不在意观众，这是个可以随时辞掉的工作。生活虽然稳定，不过也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已经22岁的三浦对未来完全没有规划，最大的爱好就是收工后喝个大醉。所以与百惠初次见面时不怎么爱搭理人，也有一种可能是还没醒酒。他只记得这个叫百惠的偶像一点都没有明星的架子，很亲切。与百惠合作的舞女也是他的大荧幕处女秀。首次参加宣传路演时，他坐在影院的2楼，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角色给观众带来的实时反馈。他决心应该认真地面对演员这份工作。在后续的工作中，这个与自己对戏的女孩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他也渐渐动心，血气方刚地跟她大胆表白。2人作为彼此的初恋，一边工作一边恋爱。那时的三浦依然由着性子度日，他认为这种生活应该会一直持续，直到6年后，他才意识到男人这个词的真正分量。依然是2人定情的夏威夷。那天工作结束后是剧组的聚餐，百惠三浦那桌虽然他们有6、7个人，在其他人取餐不在时，三浦突然跟百惠说：“我想我们应该结婚了，你做个思想准备吧。”几乎是瞬间，百惠回答道：“还是在回去的路上，百惠才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三浦觉得经过这4、5年的恋爱，想要与他一起生活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我想和他永远在一起。在与百惠母亲提亲时，三浦说道：“请把百惠交给我吧，您不给，我也要和她结婚。”母亲注视他的眼：“这是你完全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后做出的决定吗？”母亲同意了三浦的请求，而百惠做出的决定却让三浦大吃一惊。结婚后，我想辞去工作。那时百惠要比三浦红很多，三浦也知道他在行业中的地位。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乃至当场无言以对。但经过再三考虑，三浦的结论非常简单：好，我明白了。他意识到百惠在艺能界的价值将被自己完全摧毁，但他更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他选择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把自己的人生全部托付给我。我的生命好像有个开关从此打开，哪怕再迟钝的男人都会明白这样的重任。日本那时全职太太虽是绝对的主流，但也有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女性，只不过也有2头都失败的悲剧。百惠不希望爱的男人在生病时自己只能用电话安慰，他希望能够保障爱人的生活。所幸百惠的社长很能理解他的想法，于是在1980年10月5号的东京武道馆，一袭婚纱的百惠将话筒留在舞台上，正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那时百惠收到一封信，里面说道：“本以为你是个独立的大女主，却要为了男人断送前程，我真是瞎了眼。因为你，女人的地位又退回了10年前。”而百惠则认为，女性的独立并不是要处处压男人一头，也不是花着家里的钱自诩独立赶时髦。女性的独立应该是能懂得什么才是最珍贵的，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家庭，重要的是能够认真去做。婚后，三浦一度患上了轻微的被害妄想症。那时八卦杂志上常见的标题是“没了百惠，三浦友和能红多久”，感觉全世界都成了我的敌人。家的周围全是狗仔，家的对面大楼常藏着3、4个摄影师，监视着他们的生活。为了逼百惠复出，三浦几乎被行业隐形封杀，家里的收入也大幅度下滑。几年后，因为孩子的出生，三浦卖掉了作为婚房的公寓，首付了东京郊区的一户建。而当时正值泡沫经济地价的最高峰，三浦背了35年的高额房贷，还要还婚房剩下的贷款。有孩子之前，三浦为了多条出路，跟朋友合伙开饭店、炒股票，最后都赔了个底掉。转眼三浦已到而立之年，演艺事业依然没什么起色。那时他总会去小钢珠店玩到天黑，报纸上说他现在是如何落魄。作为一个32岁的男人，有时我会想，别人是不是都期待着我的失败呢？但在家里，百惠从不过问他的工作。记者曾拍到他在商店看中一个6万日元的包，犹豫了很久，决定不买。婚前百惠想过收入这个问题，他最后得出结论，自己从小是跟母亲过着清贫的日子，有100万就过100万的生活，有1块就过1块的生活。三浦形容与妻子的关系更像战友。我与妻子从未吵过架，他没有给三浦施压，甚至几10年狗仔都没有拍到一张疑似2人不和的照片。他相信三浦能够走出来。
孩子出生后，三浦一边奢侈地享用时间陪伴孩子，一边立志把演员的路子走到底。在那段低谷期，甭管什么角色，三浦是有活就接。由于事业的落差极大，起初饰演这些配角时，他还无意识地保持青春偶像的心气儿。山口百惠的丈夫这样的称谓是一种束缚，绑着他无法前进。直到85年，三浦饰演了台风俱乐部的老师一角，这是一部低成本的独立电影，自然也没什么片酬。三浦看完剧本后，也不觉得这出戏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后来还是导演给他喝酒喝到位了，才勉强答应出演。后来这部电影被称作日本青春片的分水岭，年度10佳之一。拍摄的过程中，导演无意中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你连那个回头的方式都像三浦友和。在这位同龄导演的点拨下，三浦试着走出之前的舒适圈，尝试用真正的演技诠释角色。这部戏让他首获最佳配角奖。后来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比如《悲仇杀手》中饰演暴躁的黑帮分子，用不完美甚至丑陋的表演方式体现自己的可塑性，往真正的演技派演员靠拢。直到99年，他主演家庭4小说，饰演单亲父亲落魄作家，首获专业级织报奖影帝。随后在《永远的3D目的夕阳》、《不沉的太阳》、《极恶飞盗》中饰演各类风格迥异的中年配角，基本权威点的最佳男配他都得过。2012年，日本政府授予其紫绶宝章，相当于入选日本国家队演员。《唐探3》中黑帮大佬一角就是由三浦友和扮演。值得一提的是，在出演《极恶飞盗》中，导演北野武多次以谈戏为名找三浦约茶，只为能见百惠一面，但三浦却很不开窍，以至于三浦的角色刚出场不久，就被北野武这老小子一刀杀青。所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个厉害的女人。三浦回忆自己的演艺生涯有2/3的时间都是艰难的，那是因为房贷的高压，甚至一度想把房给卖了。但他认为那段时光依然是幸福的，因为妻子的存在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是纠缠不休的媒体，还是被说丈夫闲在家里没工作，百惠也从不动摇。他坦然百惠不像被神话那样的完美，他也有人的缺点，但他从不当面对三浦发牢骚，说泄气话。在百惠看来，丈夫出门打弹珠机，更有一种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的感觉。后来三浦对自己做出3个决定：第一，51岁开始戒烟；第二，生活不投机取巧；第三，绝不出轨。对他来说，出轨就像是人会做坏事必遭惩罚的延伸，这是他对家的责任，也是对他的原则。这是内心深处做的决定，我将用一生遵守。而百惠在家也是尽职太太的标准，家里有2个男孩，读书期间尽量让孩子能够吃上家里的饭。百惠常常早上5点就开始准备孩子的便当和家里的早饭。后来三浦的父母年龄大了，百惠提议接到家里伺候公婆，甚至玩投资都盈利了不少。三浦回忆2人能够相伴至今的秘诀称作象性，也可以理解成合得来。日常生活中都是有小事的积累，因为合得来，在餐桌上无意的对话、相互微笑时的琐事累积起来，日后回顾都会有一种幸福感，生厌的事则会淡忘。结婚10周年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这10年并非每天都很快乐，也有很多难过的时候。不过夫妻俩依然确信对方是幸福的。为了纪念这一刻，他们奢侈地买了一对情侣表。20周年时，他们开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说出10年前同样的话：谢谢你，今后也请多多指教。30周年、40周年时，他们重新定制了婚戒，戴上后邀上朋友一起吃饭庆祝。他们家里收藏着3对戒指，未来还会有第4对、第5对。孩子们也逐渐长大，家里又变成了他们的2人世界。老两口吃饭时常会打开一瓶红酒，2人慢慢的吃着，慢慢的聊着，微微的醉意中总会传来一首音乐，那是他们婚礼上的一首。他们还记得那是第一次把戒指戴在对方手上。见证这一刻的教堂外面传来热闹的祝贺声，牧师对他们说道：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贫穷还是富有，喜悦还是悲伤，你都要始终不渝地爱他，尊敬他，安慰他，帮助他，在永生之年把他视作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吗？只见隆重的婚礼进行曲将2人送入婚宴。他们记得那天的嘉宾很多，先后为今天的自己送上祝福，喜悦的掌声始终不散。百惠和三浦从酒后的回忆中醒来，余音仍在他们耳中袅袅回旋。
当时的嘉宾有的早已不在，但他们的祝福却蔓延至今。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时间的流水冲淡了很多东西，曾经有过的喧嚣慢慢消失，隆重也渐渐归于平淡。然而真正美好的事物却总会留下。三浦和百惠如果没有明星的光环，二人的一切其实都非常普通，普通的恋爱，普通的结婚，普通的育子，普通的生活。他们也会难过，也希望日子越来越好，但他们却从不贪恋浮躁。2019年传来一张中年百惠出门买菜的照片，画面中百惠戴着花镜，中年发福，许多人感叹美人迟暮。然而回顾曾经，百惠少时眼中的那丝哀怨已然消失，那是时间赠予她的礼物。或许幸福从不在于财富的多寡，也不由他人施舍，它可能并不特别，需要的只是一份满足，因为幸福就在你那平凡而又伟大生活的每个角落。以上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请为我点个关注，当然点个赞对我来说更加重要。那么我是子美，我们下期再见。